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交易系统啊，很简单，很有效。原作者是根据 Nick 这位金融界的风云人物的一个应该是这个访谈的内容吧，我没有细看啊，反正应该是根据这个尼克拉奇的一个思路啊，创建的这么一个交易系统。从它的回测数据来看啊，6171笔交易，盈利34924%，最大回撤是20%。如果数据确实属实的话，那么这个风暴比啊，可以说是很夸张了，并且原作者也是做了相应的这个 robustness test 这些鲁棒性测试啊，包括蒙特卡罗模拟啊，他都做了啊。他测试下来觉得这个交易策略啊，肯定是具备一些盈利的概率优势的，并且他提到的这个Nick Raj 啊，这个尼克拉奇确实是一位金融界的大佬。这个大佬是一个拥有了近40多年金融从业经验的很优秀的交易者，从1985年开始就开始交易了。在很多的这种全球性的投行啊、对冲基金都从事过，并且担任要职，反正就是各种优秀的头衔啊，拥有很多，并且他还是一位很优秀的这个作家和导师，他带出了很多这种投资业界的很优秀的学生，也出版了很多交易类的畅销书啊，他在这个金融行业的声誉啊极高。不知道大家看过《交易圣经》这本书没有啊？这本书邀请了15位交易鬼才，其中就包括这个尼克拉奇。书中有提到过他很多的这个观点啊和经验。总之一句话就是很厉害。那么还是说回这个交易策略啊，这个策略我还是会放在网盘上啊，供大家自行的去下载。但是如果你是要实盘使用啊，那么一定要在实盘之前就做好相应的这个回溯测试啊，包括一些这个 robustness 啊稳健性测试，你都要做好。这是一个用在日线的均值回归的交易系统，原作者他是专门为这个美股而设计的，但是你不一定要用在这个美股上，很多的交易市场都是适合这种策略的。整个系统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基本的思路就是做一些优质股票的这个短期回撤，它使用到2个指标，一个就是200 EMA。还有一个就是20的这个肯特纳通道，当股票的价格在200 EMA 之上，并且跌破肯特纳通道下沿的一定距离的时候，就做买入的动作。当这个价格涨破通道的中线或者说是上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卖出的动作。因为它是要做这个优质股票的上涨的利润嘛，所以它这个系统就是设计的只做单边的多头策略，很简单啊。但是我把它用这个 MQ15 代码写出来之后，在这个 MT5 上的部分的股票上进行测试。因为这上面的股票代码很多啊，如果我全部的去进行这个测试的话，真的会很慢，所以我就任意挑选了200只这个美股进行回测。回测之后发现啊，确实是在很多的股票上都是具有这种盈利优势的，就是应用在很多股票上都是一个盈利的状态。但是有一个弊端是我个人有点无法忍受的，可能很多观众已经看出来了，就是这个交易机会啊真的太少了，已经少到我不想继续开发下去了。并且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个 MT5 啊，它虽然是支持你交易股票，但是它毕竟不是专门做股票的一个平台，所以如果你是想做很多只股票去做这个投资组合的话，管理起来还是太麻烦了。这就劝退我了。但是我在对这个策略进行了一些进一步的研究之后啊，发现它在很多的这个外汇品种上啊，包括这个比特币上都是很适用的。那我们在 MT5 上应用这个交易策略的话，就可以把它作用在这个外汇上，或者说是比特币黄金这种品种上就比较合适了，并且我们管理起来也更加的熟悉更加的方便。那么主要是改了哪里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原策略原作者设计的这个关于趋势的过滤的这个均线，我们给它去除掉，只保留这个肯特纳通道。如果加上这个200 EMA 的话，这个交易笔数就太少了，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去掉。而我们的交易信号就变得是，当这个不管是股票也好，还是其他的投资品种也好，当这个价格突破肯特纳通道的上轨，比如说这个位置或者说是它回到这里又上去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包括这个位置。只要是它前一根还在肯特纳通道的上轨的下沿，下一根突破了肯特纳通道的上轨，我们就做多。止损的话就设置这个通道上轨和下轨的距离的一定倍数止盈的话就是固定的盈亏比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如果你不用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进场之后就一直拿着，一直拿到什么时候呢？拿到这个价格跌破了肯特纳通道的下轨的时候，我们就进行出场。很简单哈，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策略，它的穿透性啊就比较好，在很多的这个外汇品种上都可以做到正收益。我挑选了一些收益会比较多的，做成了一个投资组合。那我这里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么一个投资组合，在它回测这个12年多的时间下，它的绩效是如何的。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回测会用到的这个参数啊，大家注意啊，我这里用到的参数啊，都是这些指标的一个默认的、比较常规的normal 的一个参数组，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参数优化的。不过这也不代表你也去使用这组参数啊，包括我用到的这些投资品种啊，你不一定要使用这个同样的品种去做啊，你最好去做好你自己的回测。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参数啊。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这里的止损方式啊，都是比较常规的。我们这里这次就使用这个$100啊，单次$100的止损去做。如果你们觉得回测下来这个盈利啊，你们觉得太少了，你可以把这个单次止损往上加，就是把你的仓位加大就可以了。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投资组合嘛，所以我们这里就是要给它一个 EA 编号的一个前缀，然后我们这个 EA 会自动的根据你不同的投资品种去分配不同的 EA 编号。当前品种的话有3种方式啊，第一种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自己需要的这个品种啊，以这个竖线进行分割啊，填写在这里。然后第二种的话就你可以填写 C 的话就代表的是它只作用在当前图表的这个交易品种上。然后第三种就是 A 的话，第三种这个 A2 的话，它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个人的一个选择吧，就是我这里写的这应该是9个品种啊，只要我写 A2 的话，就代表了我 EA 要运行在这9个品种之上。然后这里的后缀的话，是因为我这里的交易品种它都是有一个后缀的啊，它不是完全的这种，它是有一个后缀，所以我不想在这个地方写的话，所以我就另外开了一个变量存储这个后缀。然后是你做单的时间级别，我这里选择 current 的话，它就是应用的这里的这个时间级别。我们这里先测试日线，然后这个多空的话就是你是否要做多或者要做空，你可以都选啊。如果全选择为 true 的话，就代表是多空都做。但是我们这里的话，先把这个空设定为 false 啊，就代表只做多啊，不做空。然后就是肯特纳通道的3个参数组啊，时间，然后参数还有偏差系数，我们这里都使用默认的就好了。然后止损倍数的话用1倍，盈亏比的话这里写10的话基本上是达不到的啊。你也可以不写0的话就是没有盈亏比，就是没有止盈价位。这样的话你的这个绩效回测的绩效会更好一些。我已经回测过了，不加的话会更好，但是你加上的话就会稍微多增加一点点交易笔数，所以这个大家就自己进行回测吧。好，这就是我们的参数，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回测一下。好，跑完了，我们看一下结果啊。首先曲线来看，它是这个最起码是平平稳稳，这个向右上角发展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的风暴比的话是8.38啊，盈利因子是1.98。其实大家如果把这里的盈亏比啊从10改成0啊，也就是不要止盈价位的话，这个绩效会更好啊。我做过相应的这个测试啊，就是把它设置为0的话，那么这个风暴比它就会来到差不多10左右，然后盈利因子的话就是2.2。但是因为它是作用在这个日线上的啊，所以交易笔数不是很多啊。这里是471，如果不要止盈的话是461。不过大家如果介意这个交易笔数的话，其实可以把它放在这个1小时级别上。这个我也是做过相应的测试了的啊。1小时它也是这个正收益的，只不过盈利因子和这个风暴比会下降不少，但是交易笔数的话会提升很多啊。这里是10524笔。其实这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交易系统它的稳健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它不怎么挑参数，你把它放在这个1小时啊、8小时啊，还有这个4小时啊，
它都是可以做到正收益的。只不过这个时间级别越小它的交易笔数就会越多交易笔数这里都会逐步的进行增加的。但是相应的，它这个风险和报酬的比例可能就会降低了。所以大家自己取舍吧有舍才有得嘛。好，那其他的就没什么好讲的了因为这个策略它就这么点东西很简单的一个系统一个策略。感兴趣的同学在拿到 EA 之后自己去做相应的回测吧，或者说是你可以在这个策略的基础上再去做相应的修改，来适配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交易市场。好，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